一日之计在于晨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意思是，一年中最宝贵的时间是春天，而一天中最宝贵的时间是早晨。我们应该在一年或者一天刚开始时就好好工作和学习，为这一年或者这一天打好基础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更好地安排每天早晨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在每天睡觉前就做好计划，安排第二天需要做的所有事情，把重要的、难的事情放在前面做。其次，早睡早起。但是，如果你没有成功的早起，也不要失望、难过。按照你的计划，继续完成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认识一些有共同目标的人，那更好了。你们可以互相监督，完成各自的计划。早餐也很重要，即使你的时间有限，也需要吃早餐，因为早餐可以提供给你的大脑和身体很多能量，让你更好地度过这个早晨。运动和冥想也是很多人推荐的晨间活动，这两种活动都可以帮助你清理大脑，唤醒身体。养成良好的生物钟以后，你的早起计划会变得更容易。但是每个人都不同，有的人是早起鸟，可能更适合早晨工作；有的人是夜猫子，更适合晚上工作。我们需要先确定自己是哪种人，才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一天。中国有一句老话，一年之计在于春，一日之计在于晨。意思是，一年中最宝贵的时间是春天，而一天中最宝贵的时间是早晨。我们应该在一年或者一天刚开始时就好好工作和学习，为这一年或者这一天打好基础。那我们应该怎么更好地安排每天早晨呢？首先，我们可以在每天睡觉前就做好计划，安排第二天需要做的所有事情，把重要的、难的事情放在前面做。其次，早睡早起。但是，如果你没有成功的早起，也不要失望、难过。按照你的计划，继续完成该做的事情。如果你认识一些有共同目标的人，那更好了。你们可以互相监督，完成各自的计划。早餐也很重要，即使你的时间有限，也需要吃早餐，因为早餐可以提供给你的大脑和身体很多能量，让你更好地度过这个早晨。运动和冥想也是很多人推荐的晨间活动，这两种活动都可以帮助你清理大脑，唤醒身体。养成良好的生物钟以后，你的早起计划会变得更容易。但是每个人都不同，有的人是早起鸟，可能更适合早晨工作；有的人是夜猫子，更适合晚上工作。我们需要先确定自己是哪种人，才能更好地安排自己的一天。